就是 Anchor 是基于 Terra 生态链，就 Terra 是一个 DeFi 嘛，它是基于 Terra 的一个应用 Anchor， 就是它是个借贷平台。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文，我是悠然。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从事加密货币和区块链的创业者和投资人宇峰。大家好。OK， 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开始了。可以先请宇峰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吗？我就是从去年开始接触到了区块链这一行，然后现在呢就在区块链的加密货币领域做一个创业者，也是一个投资人的身份。然后之前的话是有从事过这个美元 VC 的这个背景，就是对。可以请你给我们科普一些比较简单的概念吗？比如说像区块链呀、DeFi 呀这些。其实关于这个区块链的概念，我觉得太官方的话我不想说，因为把这个维基百科大家都可以用嘛，百度百科也有它的解释嘛，维基百科也有它的解释嘛。我把它如果去照读出来的话，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意义。就是我觉得区块链其实大家主要是去抓住这样一个点，就是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东西。就是以前我们比如说我们用微信，那腾讯是掌控了这个服务器的，所有的信息都储存在这一个服务器里面，就是又比如说我们可能是用这个银行，因为我们钱都存在银行里面嘛，那银行就是一个中心的一个平台，就是但是像现在区块链的存在，就是要把这一个东西打破，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节点，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区块，就是然后通过一个算法的一个方式，一个哈希的加密，把大家组成一个网状的一个分布，你可以理解为这个好像其实我很喜欢跟别人用一个城市的例子去举啊，就是我们说中心化的城市，我很喜欢用纽约去举例子，因为纽约是世界的金融中心嘛，就是所以纽约就是它在城市构造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中心的城市，就是所有的地方都围绕着 Central Park， 就中央公园，中央公园旁边围绕着那个帝国大厦什么的，那个是纽约的核心也是最繁华的地方 ，Wall Street 就在那里，然后其他地方可能就会比较的我们就会看电影会比较落后一点啊，什么皇后区啊、Brooklyn 啊这些地方。但是在跟纽约成相反的一个城市，就洛杉矶 LA， 它就可能我还觉得它蛮像一个区块链，因为 LA 在打造的时候呢，城市的设计者提出了一个披萨饼的概念，就是我们把城市当做一个披萨饼，上面放着香肠，放着玉米，放着火腿，它是平均分布在各个地方的，就很均匀。对，它是均匀分布开来的，就是所以说这都是那个我觉得区块链的一个感觉，它就更像纽约，更像 LA， 它是一个披萨饼一样的东西，就是它会均匀的分布在某一个地方。那这样的好处就是每个人的数据的安全其实得到了一个更好的保证，因为中心其实是容易带来很多问题的。中心说我今天要 block 你，可能就要 block 你中心要篡改你的信息，可能叫你篡改你的信息。但是你是区块链的话，所有人都是一个节点，我们是一个披萨饼里面的，你拿了这一个香肠，所有人都会看得见，就是因为所有人都是吃一个香肠的，一个披萨饼的，就是一个披萨饼的，就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区块链它的魅力，保证了一个个人的一个真正做到一个安全，就去中心化。与此同时，它也是带来了一个非常高的效率。就比如说传统我们两个边传统中国跟美国做一个贸易，对，我要把钱电汇给你，对，是层层关卡的。我先可能要过到国内的银行这一关，对，国内的银行在审核之后，再到一个可能要到外汇管理这些社交这些比较一个放行这种东西，对，然后它再到美国那边，美国再审核你这笔钱从中国过来的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了，美国再批，再到那边是要经历非常多的步骤，就是。可是区块链的话，就是它没有国界之分，就是我们都是这个一个链上了，就是然后我们是这个链上的两个节点，就只用我区块链中心，你就只用2步就可以完成这个交易，这个是理解区块链，我觉得主要是2个，一个就是它带来了这个去中心化，明白，就是保证了这个隐秘性；另一个就是我觉得它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高效的一个数据的传输。对，因为其实关于区块链到底怎么解释，我也看过很多课程就是像 Stanford 的课程UC Berkeley， 还有我们国内清华北大都开了课程。现在其实每一个老师他的讲解都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就是对，其实我觉得我们真正去应用它，去理解它，没有必要把那个东西内容背得那么娴熟，我们就把它给记住它的一些用法，它的一些概念就可以了。好，刚才举的例子就是很形象就是像您刚才说的，
对，你是要通过一个区块链中心吗？那对，你会不会觉得说这个区块链的中心，它到时候也会发展成为一个就是中心化的东西？对，这个区块链中心它不是一个，它不是一个机构，它不是一个人去在进行操控的，它是一个算法，就是已经编程好了。对对对，两边变成好了。如果说这个算法要改变的话，大家都是知道了，就是你无法逃过区块链用户的这个方式。就好像如果腾讯今天他把微信的某一个底层的他把一个底层的算法改了，腾讯就是我们看不见可能，对，但是区块链是共享的，就是区块链世界是全部是大家都能看见的，就是它的代码都是开源的，它如果要进行修改的话，我们都是能知道的，就是相当于其实中心还是那个中心，只是这个中心是被大众所掌握的。对，就大家都看得见，就是那如果它真的是篡改了，毕竟还有一个发行方嘛，如果发行方真的把它篡改了，那大家其实都已经知道你篡改了，那该跑的也就跑了，就是对。可不可以聊一聊 DeFi 这一块啊？其实 DeFi 就是区块链、加密货币，它进行了一个结合之后，就出现了一个区块链金融嘛。就是像 DeFi 的话，我觉得这2年最火的项目应该就 Terra 生态链。Terra 就是发行了自己的代币，就是 Luna。那 Terra 它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就是可以跟大家去稍微讲一讲，就是。但是如果我讲的不对，大家就是也不要怪我，自己去翻一下白皮书，因为我没有去，它这个概念挺久了，我没有很深入去体验它。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它是发行了一个应用叫 Anchor， 就是 Anchor 是基于 Terra 生态链，就 Terra 是一个 DeFi 嘛，它是基于 Terra 的一个应用 Anchor， 就是它是个借贷平台，就是我把我的钱抵押到，就你一定要用 UST 是Terra 生态链发行的自己的算法稳定币，就是锚定美元的，就是 EU 等于1美元这样子锚定的，它是这么锚定的。OK， 你把钱法币也好，比特币也好，你通过方式交易所去中心化都好，你换成 UST， 你存到 Anchor 里面 ，Anchor 会给你一个20%的年化收益。对，然后呢，你想要借钱，你也可以去 Anchor 去借钱，你借的时候呢，他还会给你奖励，就是你要自己借钱了嘛，对吧？他还会给你一个奖励，就是做到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利率，就是 Anchor。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你去就他是怎么做到一个平衡？就是为什么你一个 Anchor 就能赚20%的年化？因为他把 Anchor 跟 Luna 就 Anchor 不是发行那个 UST 嘛，对吧？就是他就用 UST 跟 Luna 去进行了一个绑定连接。你销毁，就是它怎么保持一个稳定，就是让自己的年化可以在这个水平线。当它产出了很多的 UST， 每产出1枚 UST， 它就要销毁1枚 Luna。我想问一下，就是小白如何入门加密货币的？我觉得第一步一定是熟读比特币的白皮书，这是实话，就是因为比特币是加密货币的共识，是，真的好像，你说避险资产这么多金属，银啊、铜啊什么，我们一定会认黄金一样，对啊，比特币是加密货币的共识，所以说我觉得，或者不只说加密货币，任何一个在 Web3 世界任何一个项目，你想了解它，第一步都不应该是找研报，不应该是找2手的报告，应该是看它项目的白皮书。是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 Web3 世界，现在我认识的很多大佬，美元 VC 的合伙人，都是财富自由很多年的，他们现在开始学代码。因为如果你在计算机方面你是一窍不通的，他们开源在 GitHub 上面开源了他们的代码库，你也看不懂。这是不利于你去了解它的白皮书的。是，对，就你刚刚说，你如果问我加密货币，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一定是看比特币的白皮书。明白。然后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去体验。对，就是不是说，因为我不鼓励任何人去交易加密货币，就是说大家赶紧来 trade 吧，就是去赚钱，就是对。但是我鼓励任何人去体验一下加密货币，你体验一下那种转账的感觉，就是链上资产转的感觉。你让他留下你的区块链地址，然后你通过 CX 啊、DX 啊或者各种区块链方式。CX 就是中心化交易所，DX 就是去中心化交易所，对，你就给他转账，你就会体验到那种丝滑的感觉。你再对比一下，如果你作为一个中国人要给一个美国人或者外国人去电汇，就是或者是通过银行卡什么，你就知道有多复杂，很麻烦。对，你就知道有多复杂，就是这个是它真正的一个
就是要去体验它。好，因为你不体验，你就不会知道加密货币到底是什么东西，你就觉得有什么意义呢？它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就是以及你体验它会比你看那些视频有效很多。就是对，这个是我觉得第一步就是了解，第二步就是体验。对，第三步就是我觉得开始把加密货币当做一个工具去应用到一些别的领域，就比如说你拿加密货币去 GameFi 啊，去 DeFi 啊，去实验一下。好，但是我都如此，像我自己是个加密货币交易员，我也做自己加密货币基金，我也不推荐大家说急于去做交易、炒币，做 crypto trading，我是不建议的，就是对，因为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就是明白。小白他如何第一步去参与加密货币的，比如说投资呀，或者买一点点。OK， 对，其实我觉得先要给一些朋友泼一下冷水，就在讲加密货币的交易的建议之前，我觉得先要泼冷水，是因为加密货币交易是为什么大家痴迷于交易啊？不只说加密货币啊，就 FX 啊，比如说然后股票啊，大家都是痴迷于交易，因为交易是最简单的。能够有可能赚到钱的方式 ，buy and sell 两个按键，是你都可以去摁。就是我解释一下，我讲英文是因为我们平常玩加密货币那个操作平台都是英文的明白，对，理解是就包括因为我们现在如果你想研究 Web3 的话，对，包括镜头里面的朋友，就是如果觉得我英文讲太多的话，那如果你就一定要去研究 Web3 的话，就一定要把英语练好，因为所有的界面都是英文的，是的，包括你用很专业的加密货币平台，就你专业到一定程度就是英文的。对，你说你前期可能会用中文的，因为如果你不让自己强迫去用英文的话呢，你后面当你到一定程度要用一些很专业的工具的时候，你是很麻烦的，因为人家没有开发中文版本的，是中文版本的 Binance 啊，那些都是一些比较简易的一些粗陋的功能，也不叫粗陋吧，就是对，因为对大部分人是够用的了，就是对 ，OK。好，我继续说到，因为我们刚刚提到 buy and sell 嘛，它是最简单的交易方式，没有任何难度，所以每个人都会想要去做加密货币的交易，甚至股票也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去就先不要用交易员这个词，先用散户这个词。对，我们作为一个散户去入一个交易市场，比如说股票，我们都会有一种东西叫做新手红利期，就是因为你是新手，说你不会想那么多东西，你想是亏了这无所谓。就你入场的时候，你真的是这么想的，你心态很好的，你摆得很平的，你就觉得这个好，你就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新手反而会能赚到钱。包括加密货币，因为可以很轻松的去开杠杆啊，做多做空，可能可以开到50倍，一些很野生的平台可以开到100倍，就是这种杠杆，就是那你一个点100倍，你就是100%的利润，是的。那一个点对加密货币来说还是很轻松的，对，就还是很轻松的，就是因为加密货币市值如果是小一点市值的币，一天30%至100%，很有可能。对，当然你说对比特币，即使是比特币这么大的这种币啊，它也是一天5%到10%都是有可能的。对，那所以说新手他在获得了这个红利期之后，他就会觉得自己厉害了，就是有可能会飘了。对，因为赚了100%、200%的利润嘛，就是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我好像对交易是有点天分的啊，可能是个天才。是，就是天才交易员，就是我为什么刚刚你说给小白的建议啊，就是我说我要先讲很长，让他去铺垫，说我不建议大家做交易员。我也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我之前也跟朋友聊过了，就是我自己总结一个4周定论，就是一些朋友可能知道我做加密货币做的还好，就是会来去问一下，就说怎么去做嘛。第1周来问我怎么注册账户，对，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讲说，你去这个平台注册，那个平台注册。这个朋友可能问我怎么去注册账户，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怎么去注册账户的同时，我会问他们说，你们之前有玩过吗？70%的人都会跟我讲说没玩过，他们的没玩过指的是 K 线都不懂。其实 K 线是很普通很基本的东西，就懂了 K 线也没什么用，但是至少你得懂，那大部分人他是不懂的，他就说我试一下，然后我就说你们要小心哦，然后就会跟他讲一下我自己的经验，比如说一定要带止损，对，就是你要保证自己别全亏完了，要不要老是用高倍杠杆去玩，对，因为加密货币是一个早期的市场嘛，你不用开杠杆去玩，你的收益都已经很丰厚了，其实对，跟股票比但是呢，他们一般都会告诉你说，我用闲钱去玩的没关系，就他们会反过来跟你讲，我用闲钱，我能管住的没关系 ，OK， 这第1周，对，这是第1周 ，OK， 第2周他们就会跟我讲，我会问他们说这玩的怎么样了，他们就给我晒单，就说我玩合约就是杠杆，我玩合约我赚了
多少多少，一般会给我秀一个图片，然后可能是100%、200、300的利率都有可能啊。甚至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关系特别好的朋友，挺天才的，就也是名校，就是非常名校的名校啊，非常聪明。可能第1周，因为当时他赶上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节点嘛，就赚了10倍，就把整个仓翻了10倍，就是这样子。对，他会跟你讲说，可能就是给你感觉我已经上门道了，就是对。然后我这时候一般会再提醒他们，还是要带止损，他们会告诉你说没关系的，就是开始去。对，闲钱没关系，然后反而还会跟我教导一下我，但这个没关系，因为达者为师嘛，无所谓说先后的，就跟我切磋一些想法之类的。OK， 这第2周，然后第3周呢，那我看他赚到了钱了，我也不会找他了嘛，就是他就会比较潜一下水啊，也不说话啊，就是。第4周一般是深夜，因为加密货币一般晚上交易会多一些嘛，就中国时间深夜可能会跟我讲说，宇峰我爆仓了，就90%、80%就亏了，是本金亏了80%，不是说利润亏了80%。对，然后其实理论上说为什么会亏这么多？因为我在第1周就跟他们讲过了，我说止损，其实止损带好，仓位管理做好。你是本金保护好，因为你的利润全部亏完没关系，你本金还在，你本金没了，你就只能闲钱没了，你的闲钱没了，你就只能从你的生活的钱里面去掏了嘛，是，所以这个是我觉得4周定理，就是就像你刚刚说问我小白有什么投资建议，我觉得一定要先说那么多，对，我觉得大家一定是要想好，它简单。但不代表它没有难度，就是对。然后现在回到我自己的一些建议，如果真的要加密货币知识，我觉得首先是一定要做好知识储备。知识储备。对，就是 K 线没有用的。对。但是你得懂。对。至少你得懂吧？就是 K 线是没有用的，就没有人是靠 K 线能赚钱的，就是只会看 K 线能赚钱的人很少。但是不懂是万万不能。对，你不能什么都不懂你就往前冲。这是我第一个建议。对。我第2件事，我觉得加密货币是 Web 最重要的组成一个部分，所以炒币的人，或者是我认识的国内最优秀的 trader， 就国外很优秀的 trader， 他们的眼光放的都很宽的，不是说我只玩加密货币，他们是说 GameFi 也会研究 ，DeFi 也会研究，因为它是一个组成部分，你就都懂，你才对加密货币有更好的基本面的判断。因为很多加密货币它是 GameFi 项目方、DeFi 项目方发的一个 token 嘛，就是，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去研究它，就是视野要放窄，你不要只给自己去贴标签，就把自己说我就是一个炒币的人，你不要这么想。对，你可以是个炒币的，但是你同时你也是一个 Web3 的建设者、参与者、研究者吧。对，研究者吧，就是这个是我的第2个建议吧。好，要把格局打开。对，第1个就是自己的知识储备，第2个是格局打开。第3个我觉得就是有几个，就是你要清楚的知道自己每一步在干什么。就是有4个加密货币交易的阶段，我也是经历过的，所以每个人都应该经历过。第1个阶段就是糊涂的赚钱，因为有这个新手保护系统在，所有很多人玩加密货币的人，他都是上来就赚钱了，但是他是糊涂的赚钱，你不知道为什么涨。对，你买了这个以太坊，买了比特币，买了GMT， 它涨了，但其实你不知道它涨的背后是什么原因，什么逻辑，这个是糊涂的赚钱。对，然后过一阵子之后，运气好的人可能可以滚30倍、滚50倍，通过这个新手保护期。运气不好的人可能滚2倍、滚3倍，可能滚50%。OK， 就进入到第2个阶段，糊涂的亏钱，因为莫名其妙有一天，你按照往常的操作，开杠杆、做多、做空，开始亏了，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亏，因为你连怎么赚的你都不知道，你再也不知道怎么亏了。这第2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是散户一定要经历过了。你能不能成为交易员，就要看后面2个阶段你能不能做好。就是你要从糊涂的亏钱到清醒的亏钱，你要知道自己为什么亏了。比如说这一轮上涨，OK，是有庄家在做事，可是庄家为什么要做事呢？因为很多人喜欢拿庄家做事去找借口，就说哎呀这个是意外啊，突然有基金搞我没办法。可是你要搞清楚为什么基金要选择在这个节点出手啊？它出手的背后是什么呢？这个基金持有了什么仓位呢？这都是你要去研究的，你要做到清醒的去亏钱。或者我们刚刚提到的说很多加密货币是 GameFi 发的 token 嘛，为什么现在这个币跌了？因为是这个 GameFi 开始凉了，就是大家开始出走，资金开始撤出了，那它的币才会开始往下跌。当然这是个基本的原因了，但你要做到。如果你能把这个阶段做得很好，可能3个月，可能6个月，可能1年，可能2年，可能3年，你就能经历到第4个阶段，就清醒的赚钱。就是因为
还是那句话，我们一开始也说了，这是个超级早的行业，这么极度早期的行业，真的不用愁要不要赚钱。就是说我来不及了，我来不及了，就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特别好的朋友，他是去年的时候问我说，我想去做加密货币，但是我现在因为手头上有一些工作的事情，很重要的工作的事情，我又不能去抽出身来，怎么办？我说你不用担心了，我说这个行业很早期的，我说你赚钱的机会有很多。他就觉得我们说 FOMO 嘛，FOMO 就是害怕错过某些事情而焦虑，他就 FOMO。但是其实事实上，他忙完之后的2-3个月，就出现了非常非常多的机会，他只要抓住，他就能赚不少钱。就大家都不用去焦虑，不用担心说我建立自己的交易体系，我做知识储备要做了好久好久，这都不是大家要担心的问题。对散户，假设我们假设今年下半年是熊市，我的预判是这样子，散户一般是2种心态，第一种心态抄底，我抄底了，我要抄底，然后就不断被套，甚至不断跌。但是如果他选择的是比特币、以太坊这样的主力加密货币，那还好，可能被套个1年2年，他还有解的机会，对，而且可能还会有盈利。但如果你买的是山寨币啊、空气币，这种直接就归零了，就没了，别2年了，2个月可能就已经跌没了。我想问一下，怎么样能够区分它是空气币、山寨币和正统的比较正常的币呢？ 就是其实你可以这么看啊，就是有一些交易所，比如说 AVE， 它是专门去发行山寨币的交易所。什么叫山寨币？就是春晚沈腾搞了一个小品，叫做他说他要在元宇宙养狗，要养那个 Dog King， 就是他当时这么说，叫狗王。然后当时 AVE 就上线了一个币种，就叫做 Dog King， 就叫 Dog King 啊。然后呢，我当时朋友叫我买一点，就买了一点点钱，最后涨了1000倍。哇塞！什么叫做？但是我没有赚那么多，因为我很快就卖了，因为我知道我不信这个东西的，就是对这个什么叫山寨币？它有什么落地的应用吗？就是这个 Dog King 有什么用吗？没有意义。我拿这个 Dog King， 我是能去当像比特币一样当做黄金去储备呢，还是说一个伪概念？就是一个概念，对。这一个概念我就发一个币了，就是包括当时中国男足不是输得很惨嘛，当时就出现了一个币叫做ZGNZ 中国女足，就出现这种币，一开盘就拉了5倍，然后很快就归零了，就变成空气了，因为它就会有这个就叫做山寨币，我们的空气币就是。那什么叫做有用的？就是它这个 token 是有用的，它这个加密货币它是有实际的应用的能力的，比如说 Solana Solana 是一个公链嘛。有很多的应用是基于 Solana 的，比如说很多 GameFi 啊，比如现在最火 Seven 就是跑步游戏，那你得拿 Solana 去买鞋子嘛，买那个 NFT 嘛，这个就是有用的币。这种因为它是基于某一个具体的应用场景的，这种还是有价值的币。就是我们说，你拿这种币就会好过你拿山寨币啊。但是这种币的它就不会像山寨币一样一天可以涨那么多，所以散户就是会想着说，我抄底，我就抄。他有可能抄到山寨币，就是因为他等反弹嘛，就是一天可能反弹100%，现货100%啊，说的不是加杠杆哦，就是那么夸张。就是第二个，散户讲的是，反正现在熊市嘛，那我就做空，你一跌我就空你，一跌我就空你，就是。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做空不是这样子的，它是有波段的，就是它不是一口气跌了，就是它会往上拉的。如果散户，为什么我说不要开高倍杠杆？你散户开50倍的杠杆，你无论怎么带止损，它往上一条一条，就是它往上跌嘛，对吧？跌了好久了。散户是抓不住那个合适的空的点位的，就是你在这里空，那么跌到这里就是合适的。散户一般它是在这个地方空，然后跌到这里啊，差不多往上调一调，拉3%、4%，整个单就爆了，它可能保证金都亏掉了，就是。好，就算它是这样子一直跌，如他所愿，他就算在这里买的，它下面还是这样子跌，它没有往上拉，散户他就会不懂得止盈。就我们说，除了止损之外，止盈也很重要。我就拿着，现在我500%的收益，我再拿，我博个5000，很少那个钱很少最终能落地为安，它很少会 cash out 的，就是它跌，总有一天会往上一调。因为我说你50倍杠杆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一下就能把你给拉爆，就是。所以你想做空，对于散户来说，想把做空的收益拿到钱袋子里面，那个是非常难。所以熊市这2种建议我都是，这2种操作我都不建议。我觉得因为我敢保证，如果是熊市，真的熊市，
你只要不亏钱，你跑赢90%的人。因为我今天录这个视频前的昨天，有个朋友还跟我讲，他的实盘他连接了币块，他0.1的收益，0.1%的收益跑赢了70%的人。因为昨天大盘在跌嘛，跌得很厉害，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如果是熊市，大家就熊市好啊，我觉得，因为你也不用 FOMO 了，你也不用说哎呀大家都在赚钱，我还没赚钱，好机会赶紧学习，对吧？赶紧储备知识，等牛市来你就能好学习了，就是对。好。那你为什么会觉得下半年会是熊市呢？其实我们怎么看它熊还是牛，就好像08年的股市金融风暴怎么来的，核心一定是金融环境，就是经济大环境不好。就是现在美国，如果我们去看啊，就是整个美国房地产的价格开始可能往下走，但是纽约的豪宅开始往上升。说明什么？说明大家开始把钱从金融市场提出来了。我要买砖头。为什么纽约的价格升是好？就是你能判断出来，就好像上海翠湖天地是上海的一个豪宅的代名词之一嘛。翠湖天地永远是升的，你没见过它跌的。但是上海一定不会跌吗？不一定，对，就是不一定，就是核心资产涨，对，大盘跌，这就说明有钱人。大的机构，他再把钱开始套出来，他就要去在房地产那里去追求一个稳定啊，保值，确定。这是我的判断，就是如果不对，大家也不要来喷我，就是啊，理性讨论就是，那你看到这几个数据，以及今年中国的经济大环境是不好的，就是大家是看得见的，就是对美国的经济大环境其实也是不太好的，就是最近道指不是在暴跌？对，一直道指在跌了，各种数据都不好。而且还受到了很多外来因素的影响，比如我就以美国为例，因为美国是世界金融中心，拿美国举例会好过拿中国举例。OK， 拿美国举例，它受到了俄乌战争的影响，对，它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因为中国的供应链出问题了。上海这一波停了2个月，对中国的供应链代工都出了问题。对于美国来说，它是那么依赖供应链的一个国家，因为它掌握了一个主导嘛，就是对它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加上大经济不好，所以很简单，你看5月6号Fed 开会之后，是给了一个利好消息的，它不加75个基点，它加50个基点，应该是50个，它不加75个基点了，这个是一个利空落地，因为大家可能本来预期它可能要加75个基点，加多少个基点，就是现在呢利空落地了，算是个微弱的利好，然后那一天的大盘呢是涨了，只涨了一点点，非常没有力量，因为熬夜的人会有黑眼圈，就像我一样，你一样，我也是。熬夜的人会有黑眼圈，对，但是你睡几天觉，你可能就好了，对吧？你黑眼圈就可能没掉，睡1个月好觉。可是一个生病的人，得重病的人，就是你怎么睡觉也没用了。就是美国现在就是这个情况，你的经济大环境就是有问题，就是你有问题，你睡多少觉是补不回来的，你黑眼圈消了也没用，你身体是好不了的。所以说下半年我是判断是会是熊市，对，就是比较悲观，因为你经济大环境不好的话，很难去逆势去涨。因为有一个观点我不完全同意，但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说，比特币跟加密货币市场的繁荣，一定程度是建立在美国量化宽松的情况下，因为量化宽松了，有大量的钱了，它就会去流向很多市场上面，会去把它做大。就是其实加密货币现在做到这个盘子，一定程度是得益于量化宽松，就是所以接下来我们都是。我跟很多朋友都非常不看好，我有的朋友甚至也是一些比较厉害的，在投行就国际投行做VP 的这些人，他们也判断了说，下半年可能年底的时候啊，比特币要跌到2万，那现在是3万5，市场都已经哀嚎一片了，就是跌到2万就很夸张。但是我是不同意他，我觉得他没有那么悲观，但是他们这些人对市场的敏感嗅觉还是会比较准的，就是所以我觉得。悲观的环境跑不掉，就是因为即使可能说所有政府开始再放水再去强拉没意义了。你把下半年拉住了，你明年呢？明年上半年也有问题，上半年再拉，你迟早越积累越大，越积累越大。所以说如果对这个东西有疑问，大家也可以去做一些 research 啊，包括中国的就业数据啊，美国的就业数据啊，中国的人均储蓄啊，就是政府收入啊，你都能看出来，整个大经济是不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雨峰的分享，希望大家点赞、投币、加关注，打开小铃铛订阅我们，也欢迎在评论区发出你的想法。